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我们欢迎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成功级舰长黄征辉舰长。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军火上面来做一个中美之间的比拼。今天做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这一回美国是真的怕了吗？解放军它的100枚洲际飞弹已经就位了，今天会来特别关心，包括了东风31AG 的核王牌亮剑，另外也会关心2027台海冲突击溃美军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一个深度的分析。各位观众，这不是解放军自己喊话，而是特别来自于路透社引述五角大厦他自己内部评估报告草案，承认目前中国大陆用全球最快的速度已经补完核威慑体系的最后一块拼图了。什么意思呢？白纸黑字，我们看到上面是怎么样写的。这边特别提到了路透社说呢，已经新部署了在蒙古边境的3个基地，这边部署了超过100枚的新式东风31型的洲际弹道飞弹。那么东风31它又另外具备的这个称号叫做解放军的核武王牌，它的一些基本小档案带观众朋友快速的来看一下。射程现在是达到了12000公里左右，是覆盖可以达到美国的全境的，具有核威慑的能力，可以携带多枚分导核弹头，弹道可以进行不管是曲线或者是蛇形的机动，而且末端还可以变轨。重点是它的速度也非常的快，高达20到30马赫。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舰长怎么看了超过100枚的洲际弹道飞弹的部署位置，为什么会选在蒙古边境的这个地区？这是专门为美国量身打造的一个核威慑、核攻击吗？接下来从东风31AG 的性能来看，美国有办法坐在空中的拦阻吗？舰长怎么看？假如我们国家拥有一个能够把整个国家给摧毁的那种核弹，这个一爆炸就会把整个国家摧毁的，你会放在哪里？你第一个会想的就是说，我要放在一个人很少的地方。哇，我摆在北京那还得了？他出事怎么办？我如果摆在北京，敌人要反制他，是不是第一个朝北京打？那还没打到他北京那里都被打死了，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第二个，你一个核弹在这里，不管怎么样装，怎么样弄，你知道它都有一些可能意外状况发生的。你别以为都很安全，你也要想到意外，所以你永远要把它往人口最少的地方摆。那这个人口最少的地方就是在整个大陆你去看啊，就是蒙古。为什么？蒙古的土地是台湾的33倍大，人口是跟我们差不多的。那你说，你只有33倍，你别忘了台湾有80%的是大概中央山脉，所以台湾人口非常密集在边缘，但人口它几乎都是沙漠、草原，这是一个。而且你看它这3个，它有3个基地在那里，不是沙漠就是草原，那就牵扯到第二个。你这个基地要建在哪里啊？你绝对不能建一个就是说很复杂的地形，好比说建在西藏，那里高度3000公尺、4000公尺，那工人光是缺氧就死掉了。所以你在那里要一个平地是最理想的，沙漠、草原都是最理想的。那在那里你也可以建很多的，因为空旷嘛，你就可以建很多的诱饵井。好比说这里面有300个井，那我问你哪几个是真的装了，哪几个是假的？你能够确定吗？所以他在那里，他可以挖底下的是四通八达的，哪里有哪里没有，他也可能会知道的。还有第3个你要考量的就是它的战略纵深。如果你摆在沿海，好比说这个山东这里，我先不要管人多人少，我就算山东那里有一个地方，好比说这个广东那里有个地方人很少，你贴在海，人家海边就可以攻击你。对，所以我希望要有一个纵深，我就尽量往里拉。那你从岸边打我嘛，你一定要。这个导弹这样打过来，我很远就看到你过来了，所以我会有很长的反应时间，这就叫战略纵深。所以你去看到它所有摆的地方，经过所有的考虑之后，内蒙古的西侧靠近新疆这里啊，那是最理想的地方。至于你说这些东西摆是不是针对美国，当然是针对美国。你不要忘了摆在那里，它那里还蛮靠近苏俄的，但是苏俄会不会怕？这东西一打就哇，飞了好久才飞到的。所以。跟苏俄无关，所以对苏俄有没有一点刺激性？有，但是是很低的。重点还是看飞到那么远，还是针对美国。最后一个就是，它的速度终端速度可以到20到30马赫，就是说所有的导弹它最后的速度多快啊？
跟它打多远是息息相关的。我今天如果说一个导弹打到太空落下来是一个近程的，好比说是3000公里，它落下来的速度可能是6马赫、8马赫，因为它就是一个弹道嘛，这个抛物线的。那我如果打到美国12000、15000公里，我天哪，打这么高，然后在这么高的一点一路落下来，落到最后是20-30马赫，20-30马赫的导弹哦，因为它弹头太热了，它会产生一个叫等离子云。什么叫等离子云？就是它这个结构上都是一个一个叫做原子核外面有电子，因为太热，那个电子会跑掉。我说变成游离，它就叫等离子云。一旦造成了等离子云，就是这个物理上的叫做黑障。所有的电磁波你都通不过它。是。这个时候就你用雷达去看不到它。那你看不到它，你怎么可能打得到它？你还要去导引。但是它有一个东西，因为它很热，所以如果你用红外线的镜头去看它，是可能可以看得到的。但是红外线的镜头它有不同的波段，某一个波段可以看到很模糊的这个热点这样子过来，它可以大概这样子去追踪它，这是唯一有可能克服它的。但是即使如此，一个100公里高度的导弹掉下来，如果是以20马赫，我不要30，20马赫它打到地面时间是15秒。你怎么去防它？是你根本反应都来不及。所以最后完毕之后，就说你想要去防这一型的导弹这样子，约打这个上万公里的，那是在实际的物理上有很多的极限，它是非常困难的。好，这个是美军之所以要担心的部分，这是高达20到30马赫的东风31AG，但是这个还只是美军他知道的，这背后解放军现在说还有底牌，根本就还没有翻完。我们接下来要看到另外2款飞弹，第一个是东风41，第二个是今年在93阅兵，大家还记得吗？亮相的这个东风61。我们先来看到 CG 哦，东风41它的射程是15000公里，可以携带10到12枚的分导式弹头，最高速度26马赫。又更高了。好，就另外就是在93阅兵亮相的这个东风61了，它的射程更是超过了2万公里，具有3级固体燃料，15到20分钟可以完成发射，达到数百枚的诱饵弹跟电子干扰装置等等。好，我们把这个东风41加上东风61加上近期曝光的这个御空级1000，美军有办法预测未来大陆会怎么样做合作战吗？以现在美国看到的只是中国大陆淘汰后的版本吗？代表背后还有更多的武器还没秀出来吗？尚志哥怎么看？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大陆的这个有关于这个核弹能力，而且这里头也开始回溯起去年2024年9月的时候，中国大陆发射试射的这个东风31AG 的那支导弹。我想去年9月发射之后很奇怪，包括美国全世界都静悄悄的，仿佛也不做评论，也不做任何的，然后折腾了这么久，已经将近快1年后才开始最近这种大爆发的讨论。当然我们知道，对于中国大陆的军备或包括他们的攻击，刚刚一个是武射，一个部分是防御，军备或者是军力的各种武器，中国自己从来没有自己的公布详细的盘点给大家听。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一切，包括它的核弹相关的，以及它的这个所谓的弹道飞弹。因为核弹头或弹道飞弹本身都是海外，尤其美国方面为主的这样子的这些点评。那么最近在讨论，直接在讨论中国的核能力、核打击力。我想这个部分还是在所谓的中美的大国现在 G2 的政治、外交、经贸各方面的氛围当中，仿佛要一起合作。美国有点退让，可是，在军事方面感觉起来还是施加压力。军事方面还是要凸显中国威胁论这个部分主张，在整个美国的军事思路里头，并没有受到国际外交、经贸这个东西或关税有任何的部分的影响。所以，这个是我们最近听到的，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而且，之所以把中国威胁讲得这么厉害，直指他们的核能力。当然就要拉抬自己，知道最近其实美军方面要预算，要有很多的军事，从战略战术到整正的最新武器的开发，都需要钱哈。威胁讲得很大，他们要很多的钱。当然我们可以看了，最近来讲都可以看到，所有在盘点以中国跟美国的军事对阵，陆海空火箭各方面来讲都有各自的对阵，但是蛮有意思的，现在就在盘点中国的核武器这件事情。核武器这件事情的部分，那确实还是比较微妙。当然，我们知道核武器的概念一定要了解，首先是核弹头。我们讲去年9月东风的这个东风3号，它可以带4到6个弹头。
所以目前弹头都知道美国还是遥遥领先的。只不过今年有关瑞典一个智库的最新统计，在今年年中的时候，认为美国部分手上大概是5100多枚。那么有人说俄罗斯3000多枚，也有人说俄罗斯5400多枚更多。那这个部分大家掌握的数字，但中国当然现在公认大概600枚，只不过中国成长最快，每年可以生产出100多枚，而且这是保守的估计。那在这个数量当中，我们必须要了解，还有很高的比重，就是现在很关键的，可是中国的弹道导弹能力，东风系列这一些，恐怕还是对美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来讲可能还没有看到，但是现在都已经在，特别是今年93的阅兵之后，看到公布的以及大家盘点到的所有的这些具有核打击能力的部分，中国大陆有些不一样。首先，过去是弹道他们的部分的攻击的弹道会改变，这就可以突破过去美国对于防止核弹传统的防御性，它可以打破哈。此外的话，现在部分中国大陆核导弹可以飞到外太空，再来打击多弹头的打击。那么中国还有另外，它有缩小性的、机动移动性的，以及甚至可以挂在滑翔系统，而不是传统过去飞机发射的这样子的系统。所以这些新的战术发射核弹的方法，对于美国来说，就得要全面的部分来面对。但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过程里头，目前中国大陆究竟有关于东风飞弹到底发展到哪一个部分的程度，其实都知道。现在看到的不可能是现在是最厉害的，下一代、下一代研发，对于中国武器研发来说，早就是这样子。所以美国如果要真正掌握，恐怕要花一些时间。好，这边是五角大厦特别透露有关于中国大陆的威胁论哦，不管是核打击能力，或者是针对这些极音速飞弹等等。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呢，这一次五角大厦它在这一份文件里面也释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时间，它把时间点就定在2027年。它抛出了一句话，也震撼了全球。他说，中国大陆预计在2027年底就具备了在台海冲突当中可以开战，再加上取胜的能力。重点是，他还说了，大陆具备对1500到2000海里外的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的能力。这样子的一个距离，其实已经是可以打到不管是美国的关岛第2岛链，甚至是美军的前进基地体系了。这一份报告。是有高估吗？还是低估？介大使怎么看？那刚刚说的1500到2000海里的打击能力，只是对美军的一个干扰，还是说它已经可以构成致命的打击能力？大使怎么看？因为美国的这个五角大厦报告里面，它用的打击能力啊，它还加了3个字，叫大规模打击能力。所以这个就不可小觑哈。如果说是印度的飞弹，我可以打到你，可是我的飞弹很小啊，对不对？我是轻型飞弹啊，那这个就不是造成大规模打击能力。事实上，你的炮弹跟飞弹跟炮弹一样，它装载的弹头蛮重要的，对。那你的弹头是多少吨啊？那或者它的这个破坏力有多少，也是很重要。还有你弹头的数目。那这个大规模打击能力，我觉得对美军来讲的话，用到大规模哈，我想就是可以产生一个怎么样，一个区域剧组的能力。我想中国大陆现在发展这么大的一个打击的远距的打击能力哈，主要是要拒敌于境外嘛，然后呢，要把一个地方完全封锁，可在这个区域里面呢，它完全进行这个外科手术式的这种军事能力。可是第一个要让这个外军没有办法进来。那现在美国讲这个国务院讲的这个五角大厦讲的是，我们算1500到2000海里啊，算公里大概就是2800公里到3700公里。其实这个是属于中程导弹的一个范围。那这个算距离的话，那关岛啊，这个是在第2岛链跟第3岛链之间。因为关岛距离中国大陆大概陆基的这个陆地的距离大概是2500公里，所以这个从2800公里算起，其实就是从关岛到再往第3岛链去延伸。所以呢，事实上的话，中国大陆对第2岛链可以完全拒止。那么它如果说把它的拒止链再往前面推，可以推到3700公里的话，那就是第2岛链跟第3岛链之间了。所以美国，我想它也会它会评估它的那个战力跟它这个因应的战术跟战略啦。那这里面中国大陆打击能力，其实我们不需要很明确指出哪些载区，我们就可以很清楚。比如说你055大区，
你停到第一岛链，好不好？那你上面的很多武器，事实上，你比如说是有这个鹰击21，这是舰对舰的啊，那基本上它就可以打到1500到2000公里了。所以这一类武器它就可以产生距离。另外，它的整个航母它可以放到这个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之间，或者接近第二岛链。那航母的战斗范围的话，那有时候是起码1000公里以上吧。它不要说它的这个舰载机了，它放护卫舰，它上面的这些垂发所有的这种远距离攻击武器，那更不要说中国大陆还有陆基的，陆基的东风这各型的导弹要打到说3700公里也是轻而易举。所以中国大陆对这种区域进行拒止，它除了它自己的海面部队、水面部队、水下部队，还有陆基的导弹，另外它还有这些轰炸机，还有这种比较远程的可以做这个空中加油的这种重型战斗机啊，或者这种攻击的这种空中的武力。所以美国的这个战略的这个报告不是空穴来风，确实是中国大陆具备这样子的能力。好，谢谢谢大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持续我们要来关注到军事上面的消息。现在是从太空一直到海上哦，中美之间是全面的开火。东风飞弹，我们今天会关注是逼出了美军的低价量产战，包括了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御空级1000饱和压境。美国则是联合他的盟友，包括日本跟印度来齐上阵。中国大陆的3航母要一起来做对抗，今天就这些问题一起来做关心。我们看到的是面对现在解放军东风家族的威胁，美军则是找回他的盟友，一起来共同推出了4大神器。今天会带观众朋友一起来看。首先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有关于在太空领域的布局，太空战场现在已经正式的升级了，因为美国太空军旗下的太空发展局也正式的宣布了，由4家航太的军火商，包括了洛克希德马丁等等的公司呢，他们已经共同打造了72枚，这个是新一代的叫做飞弹预警卫星。好，现在来看一下它各自负责就是4大军火商，他们各自负责18枚的卫星，所以预计在2029年就可以发射升空了。那刚刚看到这个飞弹预警卫星具备什么样子的一个功能呢？包括3点哦，飞弹预警，还有飞弹追踪，跟最后有飞弹防御力的一个功能。所以节目一开始来特别请教黄舰长怎么看美军现在结合它的4大很重要的军火商一起打造最先进的这一款飞弹预警卫星，真的能够很及时追踪并且反制号称能够打出这个桑格尔弹道的东风飞弹吗？首先要知道这个所有的这种叫做战争哦，你看不到就打不到，这是一个重点。我根本不知道这样，我是个瞎子，你随便打我，我就是只有挨打的份。所以他在这种导弹反导的这个里面，那是很困难的技术。所以他第一个想要做的是，我要看得到。那刚刚我们说过，这个它因为速度太快，尤其在尾端的时候，你看不到它的电磁波不行，只有红外线。那红外线还有不同的波段。那他现在这个做的72个叫做这个卫星侦察卫星哦，就是各种不同的红外线的波段。所以第一个它可能可以看得到，好，这是第一个。但是你要知道，所有的导弹哦，你去反导的时候，基本上要靠这3个阶段。第一个，这个导弹往上打的时候，这个叫起飞的阶段，这个阶段最容易打，因为它速度慢，而且还有很大的一个那个推送的那个火药，那个很热，那个烈焰在那里，它比较容易打。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中国大陆的它这个所有的这个发射基地在哪？在内蒙古。对，你怎么打它？你从沿岸打过去，那几百公里呀，所以它有一个战略纵深。你发现，在一个内陆哦，它去攻你美国的时候，它第一大好处，你想打我，在上升阶段太难了。但是我如果在广东呢，哇，光打追你旁边一个潜舰可能就打上来，就把我打掉了啊！所以在中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在中间段的时候是在外太空。因为它已经飞到外太空去了，外太空是真空。如果你打一个飞弹上去，它靠翼来
控制的话，控制不了，因为那里没有空气，它的整个翼怎么转，那个飞弹还是直飞，一点用也没有。所以这时候还要用向量喷嘴，所以向量喷嘴就是说，用一个推向量的这个引擎的速度去让它转动，这个的反应非常慢。你想要去打一个那么快的这个导弹很困难。只有第二个，这是当初美国在星链的时候，不是星战的时候做的高能的镭射。你在外太空有一个好大的卫星啊，然后镭射这样照过去，照到它，把它击中。但是这个到目前的技术还做不到，是归于一个理想。还有第3阶段，就是在最后这个下坠的阶段哦。我刚刚也说过了，那实在是太困难了。而且你这个下坠的阶段的时候，通常都是我一个抛物球。叫打棒球一丢，我们大概知道落到这里，我在那尾端这里等你。但是这里有一个桑格尔弹道，它会变换。那你变换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哎，那我有很多的卫星啊，在天空是不是可以侦测它？是可以，它一直在动哦，你可以一直抓到它的动。如果你的很理想成功了，你可以看得到它，你可以连续的追踪它。可是后续的位置，你要推出它的，我们在弹道学里面叫做前置位置。因为这个东西在这飞这么快，你以为你对着它打，你对着它打根本打不到，你这个飞弹本身只有3马赫、5马赫，你追都追不上。所以你要怎么样？要朝这个前置的位置对撞过去。那所以你要很精准的计算出它的位置在哪，对不对？这是叫前置位置。但是它因为是桑格尔弹道，它的前置位置不是从前面的这个东西推算出来的，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他做了这个卫星了之后，你可能可以连续的追踪出它在哪里。对。但是你对最终那个位置还是没有用的。那你说这样不是没有用吗？但最起码比你什么都没有要好很多。因为这样子最起码你的预警时间会多一点。好，刚刚舰长带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东风飞弹的一个战力，目前美军真的要击下它，还是有非常大的困难度。那另外一方面，除了我们看到东风飞弹它的这个战力之外，中国大陆这边现在还是继续的使用其他的方法，包括用数量来换取更大的一个战力。今天要看到的这间企业，大陆的企业叫做凌空天行，近期它推出的这一款，我们要来看到叫做御空级1000，最大的卖点就是它的价格了，价格只有一般飞弹的1/5而已，靠着这个饱和攻击就可以压垮防空系统。那美军当然了，他怎么接招？其实类似的方法，他们也是打这种价格战，可以便宜，可以量产，可以消耗。所以美军陆战队呢，就是靠着它的直升机完成了多次的。今天要来看到的是美军的红狼飞弹射击测试。那红狼再观众朋友看一下 CG 有几个它的一些关键特征：射程370公里，较现役的地狱火联合空地飞弹射程还要更远，空射、陆射其实都是可以的，而且它有这个回收的设计，年产量现在上看1000枚，重点是价格也是比较低，单价已经压到30万美元了。好，一边是中国大陆它的御空级1000，到美国的红狼，现在说这个飞弹竞争是不是走向一个比较 N 型化了？便宜飞弹现在到底中美之间谁比较有优势？上次哥怎么看？对，最近很多对武器讨论这个中国跟美国这2家公司推出的这个超便宜是指跟过去相比。那像特别这个所谓这个御空级1000，因为它太便宜了，便宜到现在就大家推论说，未来如果用御空级1000的这个飞弹，火箭弹打台湾的话，巴拉巴拉很便宜就可以把台湾打烂，甚至到这样子的地步很便宜。那当然，美国我们看红狼这个部分，其实这2家都是现在比较新的军工产业的公司，所以他们现在很会做行销啦，倒不是说真的都是国家或军方现在在力推这个东西哦。所以，但我们看到确实是低价。我们知道过去来讲，以美国作为全世界来讲，对于武器军备的研发，最厉害的技术、最前卫的部分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军备的部分的能力、武器的能力，当然还有最高的价钱。这长久以来几十年都是这样的。其实像法国这些那么有能力做武器国家也都这样。但其实在中国，自从大家发现说天哪，怎么那么便宜，同样做出来的东西，可是于是大家现在对美国这些很有压力了哦。包括波音啊，包括洛希德马丁这些公司，但他们现在都也不做便宜的东西，还是做比如下一代战机这么贵的。只有我们必须要注意哦，全世界现在开始对于关注你如何可以又低价又好，至少达到自己所要的。像刚刚讲，红狼的射程370，它还有绿狼比较贵一点，打得更远是50万美金。
1000多万台币来讲，一颗所谓导弹其实来说都是很便宜的哦。但你说能够比得过中国吗？我认为很难。中国主要代为不只是成本低，要知道中国都知道，现在中国其实是一个很厉害的军工产业部分的供应链。但我必须得说2个角度，简单讲，第一个部分不只是供应链，他们作为军民融合这个模式哈，政府是专案经理啊，国家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什么意思？国家是实验室，政府是专案经理，所以它不只是工业链，它已经变成一个军民都有的部分的生态。我举个例子，哈尔滨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都知道他们的研发军事能力是非常非常强，所以这里头很多的理论，然后呢，他们给谁呢？给中国大陆的国营企业的军工业。他们有生产链来做，然后发包给底下的这些小公司做他们的零件。但是在此同时，这2年是民间的科技企业，像大疆，像包括机器人，我们看到的无人机、机器狗这些，都第一时间外界还不知道，直接国家就收归过来，最新的演算法全部都由国家所用。大家是看到之后才发现，市面上有的是国家已经用很久了。所以这就是中国大陆的所谓国家，包括政府做专案经理这个模式，我觉得美国或其他全世界不能比哦。而且我们来看，像法国来讲，现在今年已经开始追过法国，明年中国会是第2大，会超过几百亿美金的，作为这个所谓军工业输出的国家，只输美国而已了。而且这些技术国家拿到之后，你有给军事吗？没有。给谁呢？给交通，给治安，给航太，然后呢，包括所谓这个治沙，包括雅鲁藏布江做水电，所有这些技术在军事应用的同时，也散布到整个社会。也就是说，它的供应产业链扩大到是整个全社会成为军工业的大产业链跟市场。所以这是个全新的模式，在中国没有应用之前，在美国、法国都没有看到。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来讲，造就一个很特殊的能力，从研发力到最后生产力为主。美国如果要追过的话，恐怕在整个产业链，不止供应链，他们现在都还做不好，还有生态。好，一边是中国大陆它在军工生产模式持续的扩大，并且更有效率、更有系统化。那另外一方面，美国呢，它现在则是找上了它的盟友一起来帮忙做对抗。那找上了2个国家，今天要带大家来看到，就是第一个是日本，还有第2个是印度。先来看到印度这边提供了什么样子的飞弹。印度这边推出的这个是叫做轻型逆中巡弋飞弹。那稍微看一下它的小档案，它是射程保密的，可由地面还有舰艇发射。那流线的弹体大幅降低被侦测的几率，可以补上在印度洋，特别是南亚这边，它有一个隐形的打击节点。日本呢，我们来看到日本则是推出它的改良型12式陆基反舰飞弹，近期在美国加州已经完成了实弹的测试。那现在时间点也定出来了，就是在2026 3月前会完成研发精进，后续它预估会放在包括了九州跟静冈，射程现在是说1500公里，将会朝战斧飞弹1500公里持续迈进，达成以陆制海的战略目标。所以我们看到，在美国抗中的这个框架之下，这次拉了包括了日本，拉了包括印度，他们会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特别在日本的12式反舰飞弹，刚刚特别提到这款武器上面会对大陆3航母又带来多大的威胁？大使怎么看？对，其实日本它这个研发的这个所谓124反舰导弹啊，它其实已经由30重工业在这个2012年它就已经生产出来了，而且已经列装了。那不过它这个射程是比较短，大概最多到500公里啊。那它也可以从这个陆基，从这个导弹车机动的发射，它也可以有海基发射，就是放在他们的这个摩耶级护卫舰上面，它也可以空基的，在它的 P1海上巡逻机上面发射，所以它已经是就是说发射的这个地点它已经多元化了。那现在它正在改进，正在这个精进，它的目标是把它的这个射程拉升到1500公里。它900公里的，事实上在前2年，事实上它已经有了。那现在要往1500公里这个射程来上面走。另外一个就是说，它是一个亚音速级的一个飞弹，它大概速度在0.9马赫，还不到1马赫，所以它现在呢要精进的，要把它变成速度更提高。你要知道，就是说对飞弹来讲的话，你的射距倒不见得说是那么重要啦，可是你的速度很重要。
那过去它是走像战斧飞弹一样，它是巡弋飞弹，速度不高，可是它是低空掠过，随着地形跑，然后那个躲避雷达侦测的能力很强。可是再怎么样，速度低，那么它的这个整个破坏力也没有那么大。那如果说你要造成对你的潜在目标的威吓的话，那你一定要射程，你一定要这个速度大，然后你的载弹量，你的攻击，你的这个效果要大。所以日本现在在往这边走。其实你看，2012它就部署了这个12型的飞弹，为什么现在才在做这种精进？原因是美国不准它。美国最近几年才放宽它日本的所谓攻击武器的范围，过去是300公里，你500公里你都有一点偷吃步了，因为美国对日本的管束是非常严格的，你是防卫专守防岸，你去打1000多公里干嘛？可是现在就是美国放松了，以日本的技术能力的话，他们很快就可以达到这个水平了。不过你要达到超高音速飞弹的那个最后是5马赫。或者就是说你末端这个时速是5马赫6马赫，那日本不晓得有没有这个能力，因为美国做这个在技术突破上也蛮难的，那就不晓得日本什么时候能够突破。那另外就是说你这个飞弹上你的载弹量能够载多大，那跟你的这个飞弹本身的这个体型也有关系，所以这个就大家就很关切的。那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不管你是打900还是1500都可以对中国大陆沿海的这种重要城市已经产生威胁了，所以这个是东亚尤其在第一岛链，那么日本扮演的角色在受到大家关注主要原因，因为它的射程范围。那印度这款飞弹，我想它是公布了，它是一个轻型的，所以逆中的导弹那它的速度我看一下也不到1000公里1个小时。那它本身的体积是比较小的，我想它对于这个区域的战略形势它能够发挥的这个转变的效应是很小的。好，谢谢大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要来特别关心到川普豪赌3万吨的主力战舰。我们今天要来看到，如果说是硬拼上中国大陆的055呢，是美国会改写战争，还是重演当年1941年海战时的一些错误呢？今天一起来做关心。好，川普要复活他的这个主力舰了吗？还是要重演这个海战时的错误呢？因为他在12月23号这一天，最新宣布的，他要打造的这个是3万吨，叫做川普级的主力战舰。那么他也列出来了，他说未来就是要筹获20到25艘的同级舰。立刻这个话一出，引发了社群媒体热烈的一个讨论。因为不管是在尺寸或者是武装上面，川普级的这个蓝图带观众朋友来看到，他特别也提出了说，川普级会有这种新世代的相列雷达，并且呢会有垂直发射的系统跟极音速飞弹等等。另外，雷射武器可能还会配备的东西，包括了雷射武器啊、核子巡弋飞弹跟电磁炮等等的设备。所以我们要来看到，目前在海上面对。另外是解放军它有的05大驱满载排水量13000吨，川普现在打造的这个是3万吨的主力战舰，还说了他要搭配包括了电磁炮、核武，在现代的海战中这样的巨舰是关键战力，还是这种政治宣传意味比较浓厚？舰长怎么看？首先，我听到这个完毕，我看完之后，第一个我的想法就是，川普真是雄心壮志，在讲的这个东西，你知道？然后很多东西我先说好了，他说这个叫川普级，这句话就是标标准准的外行。什么叫做级就是我们成功舰是叫成功级嘛，它有8艘。为什么叫成功级？因为第一艘叫成功舰，所以它全部叫成功级。我们的康定级有6艘，它第一艘叫康定舰，所以叫康定。全世界的船的命名都是这样的。这一型船的第一艘是谁，就叫这一级。川普级不可能的，因为他是总统，所有美国总统都只命名在航母，就是说也许有一天他会变成某一艘航母的，就川普舰，那是有可能的，但是不可能变成主力战舰。主力战舰通常都是死掉的政治人物，已经不存在的。美国的大概习惯都是这样，所以他说的这个东西根本，第一个这个川普级就是不对的，第二个，美国的战舰都老了。
他们在1980年代的时候，因为有这个苏联，他们还有那种忧患意识，所以在那个年代，他们研发出了很多很好的武器，好比说神盾舰，好比说 F-16，都几乎在那个时候。那过了那段时间，你知道，1980年到现在，他几乎没有换过他的主力舰哦，神盾舰的驱逐舰、巡洋舰还是那些，还是那个形式过来。所以，如果他不是那么这个叫做经济破窘，这个财政有问题，他早该换全新的战舰了。他换了一些滨海的那战舰都是失败的，那也不是主力战舰。所以他这一次换一个主力战舰是到时间了，应该要去换。但是3万吨哦，实在是。那我第一个就是他的个性，他就喜欢吹嘘，我一定要比你大，你知不知道？你看全世界现在最大的是这个动物12000嘛，我比你1倍还要再大。但是这个大有什么用呢？我先说第一个，你知道这个是多少钱？他把所有的幻想式的美好的武器全部摆上去了。那你有好几样东西，他目前根本就做不到的。好，没关系，你去做，你有钱吗？像美国最近所有的多项的计划，说给你听哦，海狼。号称全世界最厉害的攻击核子潜舰，他要做29艘的，最后3艘。朱瓦特级全世界最厉害的战斗舰，原来就是像这种的战斗舰，主力战舰要做32艘的，结果做了3艘。他原来的 F-22最厉害的隐形战斗机 F-22要做750架，结果只做了190架。那6代战机已经取消的，因为老共去年的2个6代战机出来。它才 F-47才出现 ，F-17现在只在画图，还不知道最后什么。那你说这个东西它能够延续下去，它能够做几艘？我真的怀疑。那当然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就是，也许他真的很有钱，也许他真的有决心，他可以去做。但是我跟你讲，未来的战场就是，刚刚其实介大使有讲，就是要小，武器要小就便宜，所以就很多大量精准，分散，这是未来的发展。这种高大上的载台，这就是高大上，而且是超级高大上载台，已经不适合未来的战场。好，所以超级高大上的载台，那过去我们也看到，不管是他们的美国的战舰或者是战机，在生产上面也都不顺利。接下来它可能烂尾的可能性又有多高呢？上次哥怎么看？所以刚刚就提到，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在俄乌战争之后。战争要变成像无人机，要无人。刚包括这样讲小，你要低价，要机动，而且要能回收，是完全不同传统过去的这个武器的思路。但现在毕竟还叫大家伙啦，川普他就是好大喜功嘛，苏朗不输丁哈，所以这种要有军舰跟电磁炮，他具体点名了。可到底美国能做吗？其实我们讲，现在美国整体的状况，首先第一个部分，它到底有没有好的制造能力？整个在军工业都知道有很大的问题。现在全世界它是继续在卖武器的，包括对台湾，但都不交货。然后这个不交货都拖延，是因为它做不出来，还是什么原因？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制造能力、军工制造能力，除了包括波音跟洛克希德马丁这样子的大的军工业之外，但其他的都知道，现在包括整个军工业的供应链，做小零件都做不到啊。现在最可笑的就是传说美国的那军舰要焊工都找不到。都缺，焊工的薪水好像是1年好像将近快500万台币都找不到人，到这样子的地步哈，所以很恐怖。而且有具体啦，他现在有个伯克级战舰维修，按照道理4年维修完，9年没有维修完。一个伯克级战舰的寿命就30年，其中9年躺在维修厂里面，你不觉得笑掉大牙吗？可这就是现在美国，所以你说现在要做新的东西，能做吗？包括这些新的军舰。电磁炮，而且我们必须来讲电磁炮吧，就是刚刚这样讲，电磁炮现在中国大陆现在做，当然日本也有做。刚知道电磁炮这个部分的核心，都知道它，因为它有包括轨道炮跟整个线圈炮2大系统。过去来讲，美国在头有所抉择，可是中国是2方面同时去研发，找到最适合的。当然，脉冲能力、能源转换能力背后有一些理论机制，可最大关键就是电源控制问题。船上的电源，你要什么？锂电池。你要能源，中国大陆之所以能做，就因为他们现在锂电池在做新能源汽车，这10几20年来开发的过程里头，掌握了最新最强大的这个技术给国家用啊，这军事在用，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中国大陆在电源上，
包括锂电池整体的配套来讲，在电磁炮做到什么地步，有冷却能力，还有各式各样跟北斗卫星联合作战当中的锁定，这些都是全面的。我不是说美国不可能，美国的研发能力、设计能力是真的很厉害。我相信，如果真的决心要做，也绝对不可轻视。可是中国大陆累积是来自于刚刚讲全产业链，包括这10几20年的这些技术累积。美国不是没有，但是你找谁做，连个焊工都找不到嘞。对，好，另外一方面是这个缺工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另外一方面，刚刚也讲说这个现代化战争嘛，现在船舰也希望说小啊低价能回收或者是无人，但是你现在在这个现代化战争里面压注在这种巨舰，到底有没有走回头路的嫌疑呢？等一下请大使来带我们看，因为我们也要特别来关注到，其实过去在历史上，尤其是主力战舰在1941年都有退出这种重要舞台的这种潜力。那有2个案例，第一个就是当时发生，也是在1941年这一年的这个叫做马来亚海战。当时英国皇家海军最强的是它的威尔斯亲王号的战舰、反击号战斗巡洋舰，他们在当时没有制空权的一个状况之下，是被日军分3批，是以炸弹加鱼雷饱和攻击，就把它给击沉了。这是一例。第2例是德军最大的战舰，这个叫做俾斯麦号，当时在大西洋上，同样是被英军的航母派出的鱼雷轰炸机给击中船舵，最后就自沉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现代化战争当中，如果是说在极音速飞弹跟无人机时代下，川普你现在压注在这种巨舰，到底对不对？大师怎么看？我认为这个第2次世界大战的这个战史的教训就是2次大战以后，大家都没有把时间花在这些巨型战舰上面。那美国走的是这个2条路线嘛，一个就是核子动力的这个航空母舰，它修了十几艘，现在还有10艘在服役当中。另外一个，美国认为它现在最大的海中战力就是核子动力的潜水攻击性潜水艇。那这个它潜到水里面，它根本不要升起来它是永续续航的，在水里面把你这些大战舰都你干掉。我觉得很巧，讲这个题目之前，我昨天还在看到一个片子，讲那个日本的大和号，因为这边讲了2个，一个是英国的这个威尔斯亲王号，另外一个是德国的这个俾斯麦号。俾斯麦对，俾斯麦，威尔斯亲王号是满载排水量4.3万吨，哇塞不得了！4.3万吨是现在一个所谓的2栖攻击舰中国09、076、075，大概都是在4万多吨，那几乎就是一个中小型航母了。那时候是一个战舰。那俾斯麦号也不小，俾斯麦号事实上的话，它有多大？它也有4.1万吨。那日本那时候修的更疯狂，日本有2艘舰，主力战舰。比川普的还大比川普大2倍一个叫大和号，你知道它多大？6.9万吨。然后另外还有另外一个武藏号，对不对？7.2万吨。我老天哪，跟现在的这个航空母舰，这2艘日本的大舰最后都是大而无当，被美国用这个战斗机跟潜水艇就集成在冲绳这个琉球附近的水里。武藏号也现在都藏。所以这个名字取不好，它现在也是葬身海底。对，所以这些大巨舰在海战上通通都没有存活，大而无当。那川普这个他说是3万多吨嘛，3、4万吨。那记者在他讲完以后，哇，就问说你什么时候可以修好？他马上就傻在那地方，2年半。不可能，2年半图都画不出来。可是川普他说2年半。他说他正要跟各个厂商明天我要跟他们见面，我还要跟他们算个账。他还要算什么账？他们搞那个福特舰搞的这个大窟窿，那个是一个这个钱坑，意思就是说又修不好，又不能用，每天就要花钱。他说还讲这个是在 North Carolina 哪一个这个造船公司做的，他把它点名出来。前一阵子川普不是说，他说那个福特号。干嘛用雷射弹射？我们给它改回到蒸汽弹射，所以可见它那个弹射系统是花了不少钱。川普最讨厌浪费钱，可你看他问题那么多，然后呢要造这么大的舰，然后他说是100倍的舰，比现在所有的这个海上的战力多100倍。那问题我们看历史来讲的话，为什么人家不造？美国也有他也川普也讲，还有是 Missouri。
啊，什么 Oklahoma 都是那种大战舰，现在都停在那个，你现在要看 Missouri， 你就到那个夏威夷的那个珍珠港，就在旁，有没有？它还有那个就受降的那一艘舰，它在 Missouri， 它在那个夏威夷的那个珍珠港，你可以看，哇，那个炮好大，那船上也很大，可是美国不造。那我觉得川普就是好大喜功啊，而且身边的人啊，你看面色也很凝重。那不过他们也谁敢忤逆他的意思，对不对？都是只能拍他的马屁，顺。那海军的那个部长也来讲话，都是一片歌功颂德。那不晓得啦，这艘船的命运是如何？不过2年半，我今天听了川普讲2年半，我就想说，你是不是要委托别的国家帮你造啊？美国的造船能量在哪里啊？他所有说的东西都是在他卸任之前要做。金琼3年之内服刑，这个2年半都是在他卸任之前。好，有它的困难度。好，谢谢大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在这一场中美之间的科技战，特别关心 TikTok 现在呢预估2025年获利年赚500亿，已经直逼了 Meta。另外，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现在大陆很红的这个中国式的 AI 开始替你做事了。这一款手机，我们等一下会特别一起来做关心，叫做豆包手机 ，iPhone 的时代会逐渐被终结吗？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这是来自于彭博社特别做的报道。字节跳动2025年，它预估呢，它的获利可以直冲500亿美元大关，已经是直逼 Meta。Meta 在去年的时候赚的金额大约是600亿美元的一个获利水准。那这一次这个我们看到500亿美元，其实呢，字节跳动已经年成长幅已经高达了20%了。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有重要的3大引擎来增加它的成长动能。第一个就是它的流量，我们看到 TikTok 全球的月活跃的用户已经冲上了18.8亿人，这个是正式超越了 Instagram。再来是电商的商机，它已经导入了包括直播购物以及 AI 的个人化购物消费额，因此爆炸性的成长。最后就是它的广告收入已经碾压了传统平台，据说它的这个广告的投资回报率更是高达了2.4倍。好，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看到说，当时呢不断的去压制这个 TikTok。我们看到美国用国安理由，到底能够挡多久？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它不管在流量，不管在它的电商，或者是在广告上面，都呈现一个爆炸性的成长。大使怎么看？美国要进 TikTok 老早就进了，现在问题是川普很喜欢它，川普超爱 TikTok 的。川普事实上他本来也不知道 TikTok， 就是说抖音在美国扮演什么角色。可是在他上一届选举的时候，他说哇，有一个社群网站叫 TikTok， 他说我们被这个民主党这些自由派的这些假新闻机构把我们的讯息都蒙蔽的时候，只有一个管道让美国的年轻人知道我川普跟共和党有多伟大。所以呢，给我们的支持率支持多少，赚了多少票，就是 TikTok。对，所以 TikTok 现在是他的后台，在美国的后台不是别人就是川普先生。所以呢，川普先生认为对的，他不会禁他。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大陆还不同意你随便收购中国的这个有中国的这个元素的这种台。现在 TikTok 它现在已经变成好像新加坡公司了吧？他那个老板已经转到新加坡了。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TikTok 的问题是什么呢？它这个全世界用户，我记得它上一次我记得好像有18亿，美国也不到2亿啊。对，所以它的获利是全世界，又不是美国一个国家。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 TikTok 还会有继续成长。它最近的刚刚会讲到那个豆包手机哇，真的很神奇啊。所以TikTok 事实上的话，它不但在美国活跃，在全世界的各个市场还是继续活跃对，所以这个公司它还有极高的创新能力。
那你看他最近那个豆包手机，你就知道他的那个创新能力有多可怕。所以我认为，只要川普在的话，那川普对 TikTok 是极为喜爱，因为他认为是TikTok 是美国的年轻选民突破美国信息茧房的最重要管道，透过这个管道。川普的伟大跟 Mega 的伟大，才能让美国年轻人知道。你看这多重要。好，一边是 TikTok， 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字节跳动。好，我们来看到他刚刚也说了嘛，他推出了这个豆包手机，其实呢，它是跟中兴通讯合作的。我们一起来关注，因为这一款手机现在非常的火热哦。最大卖点其实也不是在它的硬体，而是在它的这一些相关的代操能力。它有这个叫做豆包手机助手的称号，就是它可以在用户你的授权之下，它直接帮你这个在荧幕上模拟点击，自动滑入，然后就自动输入。所以说你要叫外卖啊，或者订机票、比价购物，就是它一条龙就可以帮你完成。重点是这个价格又不断的被炒高，是不是太受欢迎了？因为原价本来是3499元人民币，现在二手市场竟然被炒到180万，是原价的500倍，而且还有非常多衍生出来的是叫做体验租赁市场，怎么一回事？这个正在跟 AI 助理竞争吗？上志哥怎么看？哇，豆包手机背后是字节跳动，我觉得这个是让我非常惊讶。我们要看一下。AI 这件事情跟手机怎么结合？我们知道 AI 过去叫做大数据模型，大家跟 AI 对话嘛，对吧？然后画图，帮你做音乐，甚至帮你做视频，已经厉害到爆炸了。可是呢，这里头很多人学生会写报告，商业当中帮你做很多的这种 PPT 啊，这就是大数据模型原先的 AI， 我们在用的 AI。好，那 AI agent，AI 的助手。或所谓这个豆包手机是什么概念？我们讲 AI agent 现在这个很关键，而豆包手机是把 AI agent 做成手机。什么叫 AI agent？ 就作为一个 AI 的总助手，你只要问他你的需求，这个助手呢就帮你问遍所有的 AI， 问遍所有的 APP， 帮你找出最好的结果。所以你就不用再自己，像我现在手机里头有10几20个 AI， 我都要自己试自己试验。刚刚讲今天要做图，要做 VCR， 然后要做报告，可是叫 AI agent 就可以了。这个概念很清楚，没有人否定，包括黄仁勋也都说是下一个 AI 最重要的应用。结果字节跳动就把它做出手机，非常厉害。我们到中国大陆现在都要关注的，除了 DeepSeek 有6大巨人，注意 DeepSeek、阿里跟腾讯，他们是自己是非常大，一个有社群，一个有电商，都很懂的观众跟顾客。一个百度跟华为都在做 AI， 字节跳动它有抖音，它有 TikTok。更熟悉现在时候你在做视频，你需要什么？而且你看它直接做成豆包手机这个 AI agent， 所以它就在里头。比如说，过去我们要去上饿了么，要上美团、京东，包括淘宝去买东西，现在去外送。以前你要自己看我要选哪一个，现在你告诉豆包手机说，我现在要买一个什么东西，奶茶要送给思敏。他瞬间就把你比价比完所有的你现在要叫美团、京东、淘宝，他们最近大家大补贴，大家都损失几百亿，结果豆包手机统一天下。所以最近呢，阿里跟包括腾讯就很生气，他们觉得我要关掉让你可以的 AI 进到我，大家在对抗。可我认为 AI agent 服务太厉害了，你看我难以想象有人可以打破 AI 的应用，一统江湖，还做到手机里头，这连现在苹果跟美国的手机都还没有想到，人家这字节跳动都做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为什么现在会说手机新手机可以在二手还花那么多钱买？背后的原因就是这样子，我用了豆包手机，吓死人了，我都觉得美团跟京东淘宝都不要活啦。就是这里头你再怎么开发补贴都不及 AI， 而且对于懒人想省钱的人，想要最有效率的人来讲，实在太好了。所以我相信这个概念，豆包手机出来之后，未来中国大陆的 vivo 啊、欧宝，你可以想到所有的这些小米手机也被迫要进入到这个地方，否则没有办法竞争了。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这个字节跳动携手中兴通讯一起做的这个 AI 的豆包手机，现在是造成了自己中国大陆的内部这个 AI 助手还在内卷。那另一方面，我们持续来关心比较敏感的议题，就是 TikTok 的股权跟控制权，当时在这个中美的地缘政治之下，持续受到美国的压力。最新消息，这 TikTok 的执行长自己出来说了，字节跳动确实已经出售了超过80%的美国资产，接下来会有甲骨文、银湖资本等美资主导。那字节跳动自己掌握的只有20%的股权，但
是重点是这股权很重要，因为它掌握了这个演算法的逻辑是在中国大陆的，资料在美国，等于它还是掌握住那个重点的大脑。所以美国真的有赢吗？舰长怎么看？首先你要知道，像字节跳动这种，它是一种服务业，服务业跟传统的制造业是截然不同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看它这个一年的盈利不是营收啊，赚500亿美金，哇天哪，什么行业能赚500亿美金？你知道去年2024，福特，美国最老字牌的一个汽车公司，它的员工人数是17万人，它整整一年赚了50亿。哦，每个人都那么辛苦的要命，赚了50亿。那这个字节跳动呢？它总共全球的员工是只有这个10万人，就只有它的一半，赚它10倍。所以它一个人工的一个叫做员工对公司的贡献，几乎是福特的将近17倍到20倍。你就知道服务业是跟制造业是有差多少。那第二个，你说这个制造业赚这样子，那服务业它是靠什么赚呢？我这样想 ，TikTok 靠什么赚的？今天我们也有在用啊，用 Line 用脸书。那我也是一个软体公司，我们可不可以来一起研究一下，找几个软体公司来做一下 Line 那样你会不会做？我也会做啊。脸书我也可以做啊。那它赢在哪里？为什么它赢？它这里其实有一句话讲了，就是说我们的投资它的那个回报率是2.4倍。对。你跑到脸书去投资率，也许是1.4倍、1.3倍，你就没有办法这么快。为什么？它背后有一个演算法。这演算法就是说，他很快会知道你们谁喜欢什么人。好比说，我可能喜欢这些东西，那他当有一个商人在这里需要卖的时候，他会向我推荐，而且他会知道我的品味。哦，高端的我会买，低端的我不买，或者低端的我会买，高端的我买，他会推到适当的人的那里去，结果他就造成这个生意构成。那这个演算法怎么出来的？我说这个东西演算法可能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举一个例子的演算法，你们就会立刻知道它的演算法是何等之困难。像我们最近有一个叫做4G、5G 以及6G 的这些的演算法，一般人都以为说这些不同的通讯就是一个硬体不一样，然后越来越快，频宽宽一点，所有人大概这样想。其实你真的去想，就它其实也是后面的演算法。4G 哦，它的基地台同时服务是大概400个用户端，5G 哦，从3000开始，5G Plus 到了2万，6G 服务10万个用户端。也就是说，我今天一个基地台在这里，好比说在我们这个101的跨年的时候，在台北现场有7万人，你说我一个基地台通通可以，而且这7万人将近10万人在用的时候哦，他会觉得这个基地台只在用我。为我一个人服务，没有人会delay，所有的人在用都可以跟他的用户端完全不管这个人在纽约、在高雄、在哪里，他就可以立即的跟他去通讯，不会去堵塞。它的差异在哪？硬体固然是一个，但是最重要的是它的软体，就是它的演算法。它怎么样去说这个东西，一个信号过来连续的，它如何去取样，如何能够在1秒钟之内取样10万个？点给它连起来，那个绝不是你一般人能够去做的，所以我觉得 TikTok 是一样的。